Hello， 大家好，我是太阳哥。大家好，欢迎来到常在海边晒太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下省钱的话题。大家都知道啊，美国和法国呢，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数字。美国的国家债务呢，今年10月23日呢，首次突破了38万亿美元。法国的国家债务呢，也达到了3万亿欧元。那么这些数字呢，不仅令人惊奇啊，也让我们两个意识到，个人的财务管理呢，也是同样重要的。毕竟呢，我们今天去超市啊，我们就看到这个鸡蛋也要6欧元一盒了。所以今天呢，我将分享我制定的伟大的家庭复兴省钱计划啊。通过日常生活呢，我发现啊，完全可以省下一些不必要的开销，每年呢能够积累一笔意想不到的小财富啊。这个数字呢，肯定让大家大吃一惊的啊。而且呢，重点是生活质量不降反升啊，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舒服。你觉得神奇不神奇？神奇，可以省多少钱？那后面会告诉你啊。那么这个神奇的计划呢，必须有一个响亮的代号，对吧？我们这个计划的代号呢，就叫做重返月球啊。为什么是重返月球？啊，随便起的，你也不要那么在意嘛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我发现啊，家里啊用电的这个电器很多啊，但是现在呢，我打算关掉冰箱啊，听起来可能很疯狂，是吧？啊，毕竟因为这个冰箱呢，从小啊，就我出生长大呢，就一直用。但是呢，仔细现在想一想，就我们现在在这个地中海啊，在西班牙这边生活，这里的蔬菜和水果呢，就买多了以后放在冰箱里面，经常发霉，差不多2天就会发霉，对吧？对。那所以呢，就基本上我们的冰箱呢，一般用来放什么牛奶啊、啤酒啊，还有一些肉类。对。还有一些什么冷冻的面包买来放在冰箱里面，但其实这个没必要的，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冰箱呢，其实东西啊，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而且每次把这些冷冻、冰冻的东西从冰箱里面再拿出来，比如说给小孩热牛奶啊，或者说把这个什么面包再解冻啊，这些同样啊，你还要浪费时间，你还要再去给它那个用电，对吧？那么冰箱的电费呢？我们这个冰箱啊也是那个170瓦功率，然后乘以24小时乘以30天，电费呢是0.5欧元啊，1000瓦吧。那么差不多呢，这个电费呢，光这个冰箱就要用到734欧一年，厉害吧？厉害。那一个月是多少钱啊？大概？一个月差不多也要50-60欧元啊。然后呢，就是前面说到了对吧？这个东西在这个冰箱里面腐烂掉，那么你这个因为关掉冰箱以后呢，你就不会再去买多余的东西了，对吧？那么节省的这个食物上的浪费，每个月呢我就少算它40欧元，对吧？那一年也要有480欧元，对吧？所以冰箱加上食物啊，这个浪费总共能够节省1214欧元啊。我们每天就会去这个市场里面或者超市里面买这种新鲜的食品，对吧？这个食材新鲜啊，营养价值也会更好，那吃下去对我们的健康也就更好，对吧？而且顺便我也想过，我们每天这样可以走路啊，然后可以消耗热量，这样的话这个也不用去健身房健身了，对吧？健身卡也能省掉，是吧？这个健身卡的钱就不算在里面了啊。所以这个是第一步，就是要关掉冰箱啊，听起来很疯狂，对吧？但是我已经决心去这么做了，你觉得呢？可以，我们可以先试验3个月。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洗衣机啊，洗衣机不能关，洗衣机要洗衣服的，洗衣机要调整一下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是每天洗衣服的，对吧？就我们现在习惯就是只要好像这个东西一穿，稍微有一点点好像觉得有点皱了或者什么，给往洗衣机里面一丢啊。那么每天你洗衣服、晒衣服，用上那个洗衣机柔顺剂，然后还这个洗衣机咕噜咕噜咕噜很多噪音啊，然后用电啊什么，对吧？还有就是你不算这个电费水费，你还要磨损这个衣服，因为衣服经常洗，我发现我的衣服很多莫名其妙的洗坏的，对，小的这种洞是吧？其实它都是洗坏的啊。所以呢，我现在计划把我们过去每天洗一次衣服的习惯，现在改成2天一次，对，就节省50%，对吧？啊，那么这样的节省
可以省下来多少钱呢？首先电费加水费加这个洗衣液，我们给它平均算下来，差不多洗一次衣服的成本是1.5欧元。那么一个月呢，你就可以等于是1.5乘以15天，对吧？你本来30天，那就乘以15天，就等于22.5欧。那么一年呢，你就可以节省270欧元。这个呢，只是这个电费就是洗衣服的这些费用，还有就衣服的寿命。衣服的寿命呢，那你也要延长，最少我就算它延长30%吧，对吧？那么你每年衣服的成本，你就可以节约1800欧元。这个洗衣液、能源加上这个衣服的寿命，那一年呢可以节省2070欧元你还减少了这个洗衣机的噪音，对吧？延长你的寿命，并且呢，这个洗衣液什么这种东西都是化学的。它这种残留物，对吧？残留物你多洗了，就等于你每天多接触了；你少洗了，你就少接触了。这个也是有好处的。第三个呢，就是我的计划是打算自己理头发对，自己理头发因为现在呢，就是一个月你算一算就我一个月去理头发，一个月理2次，每次是20欧元，那么一年就要480欧元，对吧？你现在是3个月理一次。你一次30欧元，那么一年就是120欧元。然后孩子，对吧？3个月一次12欧元，一年就是48欧元，对吧？我在 YouTube 上就没事看着玩，我就看到好多理发师，他们有那种就是视频，它上面都是1个小时这种很慢的视频，它基本上就是有这个理发的细节什么都有的那么我在 YouTube 上呢，我如果学会自己理发，那么我们一家3个人自己就是买那个剪刀来理发，对吧？你不仅就是节省了加一起要648欧元，而且就是你还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因为你每次去理发，你还要去跟他约，你要先去预约，对，然后去了可能还要等，对，你去了要等，你去了要预约，还有你的通勤的时间，对，你去预约他也不一定立马就有空，可能还要再改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3个人还要等于预约个2-3次。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剪，不但可以节省就是理发的钱、理发的时间你还可以增加家庭乐趣，对吧？比如说我们自己聊聊天放音乐然后剪着玩玩对吧？就也是挺有仪式感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对吧？第4个呢，就是要拒绝一切的这个奢侈品因为其实过去呢，我们也买了不少这种奢侈品你比如说你买什么 LV 买什么 GUCCI 买什么 BV 买什么香奈儿这种衣服，对吧？这种大的这种品牌这种衣服，他们都很娇贵的，他们这种设计这种衣服，他们都是要用这种非常特殊的面料，因为它普通的面料它不能显示它这个衣服的特殊化嘛，大牌嘛，它就要用这种很稀有的面料，并且它很多这种面料它都是这种混合的。比如说这种衣服，之前汗衫上面给你加点毛加点什么纽扣这种你就不太好机洗。对。然后呢，你还要保养，对吧？你比如说买皮包，你买皮带，你买皮鞋，你买皮夹克，这种东西你都要保养。对。我们跑来那个西班牙，很多人说，怎么你一年开销说的跟我们不一样，很贵。其实这些保养这些东西都是很贵的。对。因为你比如说你过去在一个成本低廉的地方，你可能就保养的费用人工便宜嘛，你到这边不管是保养的这种产品，还是就是这种保养的这种人工时间都会很贵，所以你的这种负担就很重，你这种东西越多，你这种保养的成本就越高，对吧？所以现在开始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对全是负担，对，包括像什么手表什么，我再也不会再去买这些奢侈手表了。你像手表什么劳力士，对吧？你5年保养一次就要1000欧元，像劳力士已经算好的了，它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戴劳力士？就是因为它非常的那个就是耐用、坚固，而且它就是保值，对吧？它保养费也是很便宜的，所以很多人都喜欢买劳力士。但是你如果像过去，比如说我买什么吉嘉呀，或者说什么江诗丹顿什么百达翡丽这种，这个保养更贵。这种保养就是它2年就要你保养一次，而且它保养的成本是劳力士的好几倍。所以当时就是我立马就卖掉那些东西，当时我就保养不起，我觉得很贵，对吧？还有比如说像那个照相机，照相机像我一直用这个徕卡相机嘛，对吧？徕卡相机上次你知道的，我送到德国去保养，一个账单就是1100欧元，其实它只是一个卡口坏掉了，
换一个很简单的卡口，这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复杂的事情。如果你买一个什么日系的相机，就可以自己换啊。对，就你螺丝拧下来，然后自己换上去就行了，大概也就100块成本啊，对，最高100块人民币这种成本了啊。所以就是这个差价太远了，对吧？而且我还不止一个徕卡相机，我有好几个徕卡相机，所以以后我再也不买这些东西了啊！我要拒绝。那你现在的你还要吗？现在的我就要，现在我就算了，我就不会再支出了嘛。那么衣服也是的啊，衣服也是的。那么以后呢，我就制定啊，我们以后就穿什么利瓦斯啊，穿什么 Timberland 啊，穿什么 Polo 啊、Ralph Lauren 啊这种，对吧？就多穿这种自然面料的。棉麻的，对吧？就耐穿的、实用的，纯棉啊、亚麻呀之类的。对，就全是可以机洗的，也日常的很方便，你晒什么也没什么讲究，对吧？那风格简单的，穿着也舒适的，这样你丢掉也不可惜嘛，是吧？所以呢，这个方面呢，就我平均算下来啊，我就算了个大约的数字，就以前一个月呢，差不多花1500欧，现在呢，我打算把它压缩成三个人。我们3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花500欧，啊，3个人加起来花500欧，一年6000欧，对吧？那么这个一年呢，可以省下多少钱？这个一年就可以省下12000欧。哦，那很大一笔嘞，对12000欧。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生活品质也没有什么下降的，我们跑出去也不用担心什么，哎呀，一会儿这弄脏了，一会儿蹭掉了，一会儿洗衣什么搞坏掉了，这样子就不会心疼，是吧？还有呢，就是健康啊，健康，因为你比如说每天你买这个健康的蔬菜水果，你少吃了加工的食品，你身体也变好了，对吧？那你身体也锻炼了，然后你就是由于节省了这些钱，你心里的压力负担也减轻了，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也会对身体有帮助啊，它会间接的会让你减少什么小毛小病啊，对吧？比如说你那种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什么高血糖，还有什么尿酸高这种之类的，对吧？对。那么你的感冒啊，什么你身体什么慢性发炎啊，这种都好，还有什么抑郁症啊，可能这些东西都好了，对吧？所以这个药费也会减少啊，小毛小病的你都减少了，对吧？那我觉得3个人一年，我们就给他少算一点，对吧？一年你就省500欧元的医药费啊，我觉得应该也是最少的，还省了很多时间嘞。对，因为你看病啊什么的，或者你人难受了，你也会这个时间也是消耗很大的，对吧？你知道不开冰箱，我想到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吗？什么？就是你不用吃冰淇淋了。哦，对，你太喜欢吃冰淇淋了。对，那你就是你也不能吃黄油什么了嘛，对吧？对，那我就吃橄榄油嘛。对，就我以前黄油抹面包，那我现在就橄榄油涂面包好了。对，其实什么黄油啊，什么那种果酱啊、奶酪啊这些东西，尤其是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加工的合成的物品，比如说像什么培根啊。那种什么香肠这种东西，对，那我们就不会买这些东西了。对，你都会放到冰箱的，你买的都会放到冰箱里面的，对吧？所以呢，就前面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1214加上这个2070，加上648，加上12000，加上500加一起呢，一共是16432欧元一年。这个是一年节省的然后呢，光节省我觉得也是不够的，对吧？这个16000如果我们给它就是合理的去理财，就比较安全的这种去理财，年化收益3%，对吧？那么你10年你就可以有188600欧元如果是年化收益是5%，对吧？那么你10年就可以达到206700欧元所以说就是靠这种合理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吧？你不减少你的这个生活质量的方式，然后呢，你再加上简单的这种复利的投资，因为这几乎是没什么很大风险的，对吧？你10年是不是可以就累积一笔相对来说比较可观的财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无形的价值像我们如果养成这种健康的消费的这种习惯，对吧？就会一直这样。那么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呢，这是一个无形的财富，对吧？因为你小孩从小他就学会节约，他就会知道把钱要用在该用的上面，对吧？
然后呢，他也会就是知道这种奢侈不等于是幸福，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因为条件也好了嘛，很多人就是自己也舍不得，但是他给孩子都买很多奢侈品，这种其实也是非常不好的，我觉得啊。对，那肯定啊。对，那这样的一种合理的这种方式呢，你会让这个孩子觉得，对吧？就是说不要追求这种奢侈的东西，对吧？然后呢，也让他就知道，就培养他这种健康的生活习惯。对，就你如果给他一直什么巧克力豆啊一大把呀什么，我觉得这些都不好。我觉得就是你要给他吃新鲜的食品，对吧？喝新鲜的这种蛋奶啊什么，就不要浪费，对吧？他会意识到就是花钱比赚钱更重要，对吧？因为其实对我自己来讲啊，我这个人其实不是很就是善于那个理财，对，我是一个善于投资的人，就是你让我去赚点小钱，我是还可以，对吧？但是我赚来的钱，你看我总是花在莫名其妙的，我就觉得一会儿这个账单付一下，一会儿那个账单付一下，对吧？对，这个我觉得就从现在开始要改变。我那天也是，就是躺在那里好好的，我就突然想，为什么我要开着冰箱？你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就突然坐在那边，我就想，为什么我要开着冰箱？我就突然就想，然后我就开始把这些东西全都整理一下，我就一算，我靠，这么多钱。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啊。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觉得像我们经常，比如说早上出去散步，就你经常就会去喝杯咖啡啊，吃个早餐，就你觉得我好像路过了，我随意就喝个咖啡或吃个早饭，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浪费。就其实我们家里面有咖啡机，我们也可以做很好喝的咖啡，但你就算把你一天一个人，就算你5欧好了一个早餐，那你一个月就是150欧，对不对？对，是的，对，我觉得这笔钱就是也可以省下来。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以后我们也可以就不要在外面吃东西，就全在家里面自己做，买回来新鲜的食材自己做，对吧？这样吃的又健康，也可以减少在外面外食，除非有特殊的一些纪念日的价值啊什么的，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可以吃的好一点，对吧？但是减少这种外吃的这种次数。还有吗？先到这儿吧。好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再见。再见。